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道路節目，我是真言。油價要上漲，看看這個就是打仗對中國老百姓的影響。有一個事兒我沒搞明白啊，我就納悶了，打仗那邊的油它不一定漲，看熱鬧的漲錢了。前天我加92號的汽油是5塊7毛8，今天早上我去加的時候幹到6塊08分了。誰知道今天這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這麼多來加油的？你看看，拉的大大小小的油桶全是，哎呦我去，全是車，你看看，為什麼這麼多？2月28日，美國聯手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。伊朗是全球主要產油國之一，也是中共長期原油戰略儲備的重要來源。由於中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極高，專家普遍認為，一旦中東局勢惡化，中國將面臨能源成本上升的壓力。近期，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發動攻擊，引發油價急漲與全球股市震盪。不過，隨着美國宣布採取行動以穩定局勢，市場情緒已有所緩和，油價與股市波動逐漸收斂。原油上漲我也漲，原油對我有影響，原油降價我不降，我跟原油不一樣。哎呦，你說你漲價也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你還不纯，不纯也就算了，你要缺斤少两，是不是？缺斤少两，咱啥也不说了，你還虚槍，45升的油箱，你净給人家幹到52升，是不是？這幾天中東那邊啊，炮火連天，打亂套了。本以為八竿打不着咱，跟咱也沒啥關係，誰能想到啊？戰火直接燒到咱油箱裡來了啊！今天我跑到河南啊。剛進加油站，一看那個油價啊，當時給我幹懵了都。這才幾天啊，那油價坐火箭似的，蹭往上竄呢。我跟家園嘮會兒嗑，人家說了，這還不算完呢，後邊還得持續上漲呢。哎，我們從工地回來啊，這個想加點柴油，讓他給這個老闆一問，咱們老鄉也問了，柴油居然沒有了。今天還排了那麼多的長龍。去加油，不知道為啥，都知道了。評論區裡說一下，一天漲了8毛多，一天漲了8毛多，沒見過這的。霍爾木茲海峽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北端與伊朗南部之間，連接伊朗、阿曼與阿聯酋，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要道之一。全球約20%的海運原油需經此通過。對中國而言，這條狹窄水道更是能源供應的生命線。超過40%的中國原油進口必須穿越霍爾木茲海峽，一旦航道受阻，保險費、風險溢價與運輸成本將全面飆升，直接推高能源與製造業的成本。3月3日，布蘭特原油價格劇烈震盪，一度衝上每桶85美元。收盤價約83至84美元，較衝突前上漲15%。在國際油價持續上漲之際，美國總統川普宣布，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將為航運公司提供保險，並在必要時提供海軍護航，保障油輪的航行安全。川普總統宣布這項舉措之後，市場情緒略有緩和，國際油價走勢趨於穩定。中共是伊朗便宜石油的最大買家，它的石油價格比國際基準低10至20美元。亞洲時報報道顯示，2025年中共每日自伊朗進口約138萬桶原油，占其海運原油進口量的13.4%，使伊朗躍升為僅次於俄羅斯與沙特的第3大供應國。伊朗出口的原油中有80%至90%最終流向中國。由於美國長期制裁伊朗，北京透過影子油輪與第三國轉運大量購買伊朗石油。自2022年起，中國不再在海關數據中披露伊朗原油，改以馬來西亞等地名義進口。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教授孫國祥告訴海外媒體，伊朗供應中斷可能造成中國每日約38萬桶缺口，進口成本恐上升20%至30%。中國勢必增加從俄羅斯、巴西、伊拉克與加拿大的採購，但成本更高，航程更長。
他預測，油價飆升疊加房地產拖累與內需疲弱，中國可能從通縮走向滯脹。若伊朗供應中斷，中國將同時面臨原油缺口與進口成本上升的雙重壓力，雪上加霜的，北京已失去另一個重要石油來源委內瑞拉。伊朗與委內瑞拉合計占中國石油進口量約17%，兩者同時受阻，等於切斷了中國能源結構中的重要支柱。在失去委內瑞拉與伊朗這兩大廉價石油來源後，中國目前能依賴的低價原油只剩下俄羅斯。一旦俄烏戰爭停火或達成和平協議，俄油折價空間縮小，中共過去仰賴的三大廉價能源來源將同時被封死。對於經濟持續下行的中共而言，這將是難以承受的重擊。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謝田直言，中共慣常做法是將能源成本全數轉嫁給百姓，汽油價格上漲幾乎無可避免。他警告，若衝突延續，物價將全面上升，家庭與企業都會受到衝擊。低收入工人、農民與外賣騎手等彈性就業者將首當其衝受到影響。中共政府已在3月4日通知國內多家大型煉油企業立即暫停柴油與汽油出口。中國是亞洲的第3大成品油出口國，但在伊朗戰事爆發僅6天後就祭出限制措施，顯示隨着中東局勢惡化，北京正優先確保國內能源供應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本周稍早召集煉油企業高層開會，要求立刻停止成品油出口，並不得再簽署新的出口合約，已簽訂的合同也需重新協商。報道指出，即便在平時，北京也不允許成品油自由出口，而是採取配額制度，由商務部指定少數大型煉油廠與貿易商才能取得出口資格。自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以來，中共頻繁縮減或延後配額發放，使出口量持續下降。這場危機也凸顯中共在中東布局的風險。伊朗一直是中共“一帶一路”版圖中的關鍵一環。2021年，北京與德黑蘭簽署了一項為期25年、總額高達4000億美元的合作框架架議，涵蓋能源、基礎設施與多個戰略領域。然而，實際落地的投資至今僅約1.8億美元。隨着伊朗政局巨變，這份4000億美元的協議恐怕形同廢紙。目前，中資在伊朗正在建設與運營的項目總額約2384億元人民幣，也面臨血本無歸的風險。在能源領域，中共在伊朗為阿扎德乾油田、亞達瓦蘭油田與彩虹油田累計投入超過300億美元。在基礎設施領域，中共在伊朗的鐵路、公路與機場等項目上累計投入超過100億美元。此外，恰巴哈爾港的配套建設雖未公開金額，但規模同樣不小。如今，這些投資都可能因局勢動盪而付諸流水。2月28日，美國聯手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，伊朗多名高層喪生。在這次斬首行動中，中國製造的雷達與防空裝備在實戰中幾乎全面失效，迅速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。台灣知名評論人士張凌宇在臉書以"中國嘴上巨人，行動侏儒"為題發文指出，中國最喜歡做2件事：一是威脅別人，二是在盟友被打的時候發聲明，卻缺乏實際行動。他分析，伊朗的防空體系由俄制、中制以及伊朗本土裝備拼湊而成，這樣的組合在演訓時或許能運作，但在美軍級別的複雜電子戰環境下，系統整合能力立即崩潰。張凌宇還提到委內瑞拉的例子，馬杜羅政權曾斥資購買9套中國 JY-27反隱形雷達，自稱打造南美最強防空網，並宣稱可偵測 F-22、F-35。然而，美軍特種部隊突襲加拉加斯時，雷達毫無反應。馬杜羅夫婦在睡夢中被逮捕，連中國網友都調侃所謂最強防空網，結果只是一堆廢鐵。他指出，這次美以空襲伊朗的情況如出一轍。伊朗部署的中國 YLC-8B 雷達同樣號稱具備反隱身能力，但以色列戰機在伊朗領空行動時幾乎毫無阻礙。哈梅內伊等高層被一舉擊殺，
而北京的回應仍是慣常的不可接受，立即停止。張凌宇認為，兩次事件得出的結論一致，中制武器在實戰中表現不佳，而所謂的安全承諾也缺乏實際效果。花費巨資採購中制裝備，最終只能在遭受攻擊時獨自承擔後果。而中方僅提供口頭聲援，這就是所謂命運共同體的真實面貌。他表示，中共長期對台灣展示武力，但連盟友遭受攻擊都未採取行動，台灣還怕什麼？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玉萌在臉書指出，去年6月，以色列發動12日戰爭空襲時，伊朗的防空系統幾乎被摧毀殆盡，以軍戰機來去自如。停火後，伊朗急忙向中共採購紅旗9B防空系統。這款中共空軍現役裝備宣稱射程可達200公里，並能在3萬公尺高空攔截彈道飛彈。到了去年11月，伊朗甚至公開展示多套中國制的高價雷達設備，包括 GY-26 遠程反逆蹤雷達與 GY-10防空指揮控制系統。中方宣稱 GY-26 具備260公里偵測距離，抗干擾能力強，能捕捉逆蹤戰機與巡弋飛彈。若與 GY-10搭配使用，伊朗的防空預警範圍將大幅提升。然而，實際戰況證明這些中國制雷達形同廢鐵。在這次史詩之怒的行動中，美軍選在白天出手，以強大的電子戰壓制伊朗的 GY-26遠程雷達，使其指揮中心瞬間癱瘓。當 F-2猛禽與 F-35閃電逆蹤戰機逼近時，伊朗所依賴的中國雷達完全沒有反應，整個系統在空襲中如同失靈了一樣。張玉萌形容，中共過去對自家防空偵測能力的誇耀，如今一擊破功，在美軍精準打擊下原形畢露，凸顯中國軍工產品在面對高端電子干擾時存在致命弱點。更諷刺的是，就在伊朗遭轟炸前夕，中國科技公司密商科技才公布衛星影像，曝光美軍部署在以色列的 F-22戰機。外界認為這是中共刻意向美國挑釁，意在宣稱以色列的情報與防空系統已被中共與伊朗掌握。但最終德黑蘭仍遭到空襲，伊朗總統府、國安部門以及哈梅內伊的辦公室與官邸都被精準命中。張玉萌指出，除了伊朗掩面無光之外，最尷尬的其實是中共。缺乏實戰經驗的中共，長期把自家雷達與防空系統包裝成反隱身、抗干擾、全域監控的萬能武器，仿佛只要買了中共軍備就能改變區域力量平衡。然而真正上了戰場，中國制雷達與指揮系統瞬間土崩瓦解，完全經不住考驗。哈梅內伊政權對以色列、中東乃至全球最具破壞性的威脅，不是導彈，也不是代理人武裝，而是它能製造並使用核武。伊朗的核技術、核材料、設備與人才從何而來？其中一個重要來源更是中共。早在1990年，中共便與伊朗簽署核密核協議；1991年向伊朗出口鈾；1992年再簽15年核合作協議。伊朗最大的核研究基地伊斯法罕核研究中心就是由中共協助建設。2026年3月2日晚，美國中東特使維特科夫在接受福克斯新聞訪問時透露，伊朗官員在上月談判中以460公斤、濃度60%的濃縮鈾作為籌碼，並聲稱足以製造11枚核彈。因此，美伊此次聯合軍事行動的核心目標就是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計劃。去年6月的行動與這次的打擊，已經對伊朗所有核設施造成毀滅性破壞。伊朗的導彈工業與中共也深度綁定。美國調查記者彼得·施威澤近日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直言，每一枚伊朗導彈上都能看到中國的指紋。報道指出，從固體燃料、引擎零件、碳纖維副材到精密制導元件，技術訓練與工程支援，伊朗導彈工業的關鍵技術大量來自中共。伊朗的無人機彈道導彈原本規劃在2027年累計5萬枚庫存，2030年突破1萬枚，打造所謂區域威懾庫。但在美伊聯軍的降維打擊下，
伊朗多年積累的導彈體系被直接打殘，整個武器庫正在被清零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